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面试官，我叫叶大新。各位的简历我都已经看过了，但是造机车并不是在学校读书，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各位在简历上没有反映出来的能力。你别听歌了，一会儿还要再加试一轮呢。在这些螺丝里边有3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也只招3个人，所以从现在开始，率先找到不一样螺丝的3个人就会被我们录取。肯定没这么简单。阿燕，就这么一堆螺丝就能选到咱们部门，你怎么看吧？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是被录取了吗？恭喜你！行啊，年轻人。来，刚才这个螺丝能让我看一眼吗？是这个吧？恭喜你！ Yes！ 你也太聪明了吧！我天都想中了。你怎么找到的？看一眼。看一眼就找到了。过来。看清楚，找到你刚才看到那一页。这怎么找？喏，恭喜你！我小看你了。好了，各位，今天测试到此结束。我们已经找到我们需要的人。都签了，你还不签呀？是对合同有什么疑问吗？我现在不能签约。来，你们先到人事部去报道吧。啊，谢谢唐总监，谢谢唐总监。3000人来应聘，最后选择了你们3位。既然通过了，而且你也坐在这儿了，
就应该要履行下一步签约。职场不是儿戏，做人应该有最起码的契约精神。我现在不签约，不代表我不遵守契约精神，恰恰相反，我非常重视。请解释一下。我还不了解你们的团队，假设你们的团队能力不足，或者正在走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我想你们看中我，也是因为我面试中的表现，和我24岁就拿到了博士文凭。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能拿到博士文凭？那是因为我不会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我的时间。我想你在应聘之前，应该已经了解，我们江车集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机车研制企业。但我听说，国内有些企业是养老混日子的地方，机构冗余，人浮于事，关系复杂。我是想多观察一下而已。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个别的存在。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江车集团绝对是国内优秀的企业。我相信，但是我更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你挺有个性。良禽择木而栖，双向选择。刚才那个糖果真是有点狂啊！刚开始面试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聪明。唉，聪明的人有很多，但是像她这样一个女孩这么狂，真有点夸张。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梦想着能来江车。现在我终于来了，心里感觉平静了很多。离开校园生活，你就不会有点惆怅吗？相约10年一聚，然后就挥手作别了。惆怅倒是有一点，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毕竟又不是见不到了。你倒是洒脱，我就不行了。女朋友哭的呀，我都烦了。她觉得我要把她给甩了，搞笑不？你有女朋友啊？啊，那不是很正常吗？上大学时候谈的恋爱？是啊，我跟她是大学同学。行啊你，边读书边就把恋爱给谈了。哎，你大学4年真没谈过恋爱吗？我没有。哎，大学那么忙，光顾着学习了，谁有时间找女朋友啊？总监，您找我？把这个合同送去人事部。好嘞。人事部是吧？我看了这个糖果的简历，他之后再也没有来公司报道是吧？好。向上延伸，去保持呼吸的平稳均匀。去感受整个身体的稳定，双腿的力度。将我们的意识别练了！你是印度来的老师吗？这分明就是骗人的。
你看你们在干什么？没想到一直说要节约一切时间来做有用事情的糖果博士，竟然还会去学瑜伽。没想到看起来像个老古董的人也会讽刺人。我去学静态瑜伽，是想通过静态瑜伽让自己的神志集中，找到思维更加清晰的方式。这样我在研究复杂课题的时候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还能工作后让大脑休息。可是你去的那个瑜伽工作室只会教你形体上的动作。他们是奸商，骗我说是印度归来的瑜伽大师，专修静态瑜伽，结果就是拿催眠曲糊弄我。我有一点想得不太明白，你说你年纪轻轻就这么拼，是为了什么呢？张红年，买2个包子。好。哎，对了，那个卖包子的大妈，你猜在我们聊天这段时间里，她卖了多少个包子8个。张红年，我拿回去啊。哦，这什么？你神了，你真的是天才。没错，你的确有过人的智慧，但这是老天赋予你的财富。可你有没有想过，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做出过一件让你获得强烈满足感的事情？你看，就像那位大妈，她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事情，来赚取养家糊口的钱。对她来说，可能都已经淡然无味，越来越机械化。反倒是她偶尔从顾客那里获得微笑或者赞美的时候，我相信她当时的满足感一定非常强烈。甚至从那一刻起，她对生活、对人生有了更强大的动力。所以我认为，你的才智应该用在更加对的地方。我在江车等你。来，各位停一下手头上的工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叫糖果，新来的。是，新来的。那糖果，要不你就坐这儿吧。我要坐那。行。那大家继续工作吧。叶公，这位你见过了吧？叶公您好。欢迎你。那就麻烦叶公以后好好带带唐公。放心吧。我不需要别人带我。啊？没什么。果然是李岩峰2号。特别聪明，但性格有点怪。面试完不签约，还说要考察江车，这脾气你得多担待了。厉害了。啊，就是苦了你了。我知道，老规矩嘛，将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咱们江车做出贡献。进。糖果，你怎么来了？有事吗？谭总监，
我有个要求，要求？我要进入难度大的项目组。为什么？据我所知，一个是云来的项目已经进入了研发制作阶段，另一个是莱恩西富士集团称轨脱轨机车维修。我看过他们的事故报告，还没有查出具体的原因。目前我们已经组织了应急事故小组，杨总、林工、李工这些技术人员都已经前往莱恩西处理事故。情况怎么样呢？目前还没有消息。云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研发设计，但是要把图纸变成实物，这是相对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项目之间并没有更困难或更复杂之说。既然这样，不如交给我，我可以兼顾两项。这样吧，我先不决定你到底在哪个项目组，但是你是江车新来的员工，每一个新来的员工都是从助理工程师开始做起。还有个要求，还有，假如我在江车找不到适合的位置，我就会主动辞职。如果你不合格，不用你主动，我会辞退你。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林工，怎么了？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你会不会进江车了吗？从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呀？就想知道。后悔了？现在说后悔可能太早了，但是这里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我怕在这里实现不了我的抱负。要不要再多给自己点时间？韩总监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有件使不出来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好，我来给你想办法。别想那么多了。我觉得让李岩峰同时跟2个组太累了，不现实。能不能让叶公放人啊？这是他的意思？不是，我怕他吃不消。这不是劝不劝叶公的问题。李岩峰本来就设计云来转向架，这没有他肯定不行。那要不我放人，让他专心研究转向架。李岩峰肯定也不可能同意。你是不是改了我的变流器模型？你还做了我的实验，你还把我的报告都给写了？是啊，那又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他们给你安排的工作呀。他们的工作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你也不能把我们的工作都给抢着做了吧？就是，我们知道你聪明，但是你也没必要甩人家脸上嘛。哎，这简直就不像话！就你厉害。我倒有个想法。你说。那个新来的助理工程师糖果，他的技术挺不错的，我想让他跟李岩峰搭档，这样也可以帮到他。这小女孩一进到公司就要求去难度最大的组，现在李岩峰那边可不就难度最大吗？你觉得可以？你安排吧。好。幸好当初没答应跟着叶公，他的能力啊根本就不如你。我以前啊也不是很喜欢叶公，但是后来我对他改观很多。改观？改观什么呀？你烦的要命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愿不愿意听？什么故事啊？
走。以前啊，有一个人，他呢，小时候很穷，父母呢体弱多病，弟弟妹妹有一大堆，所以他在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了，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啊，很多企业呢就不愿意收留他，他就只能做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收废品、摆地摊儿，养家糊口。他不仅要保证一家人不被饿死，还要供弟弟妹妹上学。那就这样，瞎混了几年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好机会，一家大型的国企招工，他兴致勃勃就去考试了。监考的人说：“我们要招的是高中毕业生，你一个初中生来瞎混什么呀？”他说：“我是初中生不假。但是我要是考不过高中生，那我就死心了。”那后来呢？他去参加考试了没有？去。他在考试的前一天啊，还在工地中搬砖干活，第二天臭烘烘的去了，所有考生都笑话他。但是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大家都笑不出来。他的考试成绩，在当时近1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我知道他是谁了。对，他就是叶公。后来他进了厂，被分配到车间当学徒工，用工资养家，所以呢，他就报考了叶大。当时为了练习英语纯正的口语发音，他当时在嘴里含了一个小石子，含了整整1年多。另外，在那几年，他还搞了100多项小发明、小创新。你呢？要想批评我就批评我，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批评你干嘛呀？我当时也不是很喜欢他，还差点跟他打起来了。但是我越了解他，对他剩下的就只有敬重。你想想，一个初中的毕业工人，仅凭着对机车的热爱，一步一步的成为了江车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难道这样的人还不值得敬重吗？值不值得敬重呢？只有我看到才算。汤已经煲上了，一会儿就能吃饭。嗯。扬伊万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米哈伊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截了一大段给孤儿披上，还画了2道横杠，多暖的画面。伊凡诺维奇所奏的圆舞曲，旋律以小调色彩为主，优美舒展，却带有淡淡的忧伤。没想到你也喜欢这些。那天听心怡又提起你父母的事儿，真的很难以想象，你从那么小开始，就要承受那么大的苦楚。都过去了。但是那种伤害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甚至带走了你眼里的光芒，嘴边的微笑，甚至是你的七情六欲，最后把你变成一个木头人。原来你是这么看我。我逗你呢。人是情感动物，其实越是看起来无欲无求的人，越是深深把情感埋在心里。我倒是听出了你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啊。你是想说真一吧？李岩峰想跟林真一在一起，你就认林真一当妹妹。心怡和林爷爷想让你跟我在一起，所以你就留下来给我做晚饭。你不想让哥们儿伤心，不想让长辈失望，但是这些都是他们的感受，
你的感受呢？所以我想好了，我不再给你任何压力了，直到你理清自己的情感思绪。如果你真的爱林真一，你就要为自己活一次。其实真一都已经跟我说明白了，他只是把我当哥哥，之前那些都只是误会。那你的感受呢？你怎么一副采访的架势？你别岔开话题，你还没回答我呢。真一跟我主动挑明，说我们之间只会是兄妹，不会再有更多。但是我心里吧，还是会觉得有点失落。所以我真的不太弄得懂自己。我一方面特别希望严峰和真一在一起能够幸福，但其实我内心的确有点难过。那我就放心了。什么？至少说明你还是有人类正常情感的。之前有人跟我说他是个不婚主义，我才不信。这一点我不能认同啊。不能认同你有正常人类情感啊？你真的是骂人不带脏字的呀，不愧是出镜记者。哼，多谢夸奖。不过说出来，的确舒服多了。谢谢你让我当你的听众。我不行了，我太饱了。爸，你以后别做那么多好吃的了。哎呀，你离开家那么长时间，我不得做几个好菜犒劳犒劳你啊？哎，兰溪城铁脱轨，这问题呢，就出在电机上。江车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呢？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看着干着急。你帮得上啊？工作室的仿真技术啊！哎呦，你快别提了，这工作室啊一直亏损，现在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傅也没什么信心了。我估计啊，这工作室早晚得关闭。爸，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也没想好啊，我这么大岁数了，工作肯定是难找了。哎，要不然我再弄个修车铺吧。弄什么修车铺啊？要我说，你就干脆退休得了。我就保证负责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你呢就负责每天钓钓鱼、养养花、跳跳广场舞什么的，最好再勾搭个漂亮老太太回来。你想什么呢？自从你妈去世之后啊，我就再也没有想过找老伴儿这事儿了。爸，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不寂寞吗？爸早就习惯了，所以啊，爸爸希望你赶紧找到你人生的陪伴。这人呢，是需要陪伴的动物。我知道了。嘿，看来我闺女有想法了。谭静洲，不对，
从莱恩熙回来就不太对劲了。我看呐，就是李岩峰那小子。哎呀，没有的事儿，我只是觉得他没以前那么讨厌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总欺负我，所以……哦，是吗？但是那个小胖子可不是这么想的吧？要不然他干嘛老早搬到你隔壁去了？我决定了，决定什么？我要搬回来住。啊，女儿，爸爸就是逗逗你，你别那么冲动啊！你搬回来住，那上班多远呢？再说那个小胖子住你隔壁，爸爸放心啊。我搬回来又不是因为别的，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回来陪陪你了。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我去洗碗。我一会儿给你泡杯茶。你借这个酒消什么愁呢？谁说我消愁了？就这一杯我都喝一晚上了。行吧，那你自己慢慢喝啊。我厂里还一堆事儿，我得回去了。走了啊。你知道吗？你在特别内疚的时候，脸上就会出现一个特定的表情。什么表情啊？哎，就你现在这个表情。有话就直说。我觉得吧，人不应该为自己不认同的标准而活，但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人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有些事情该认错，他就得认错。李岩峰，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天天就跟个孙悟空似的。自从你进了江车，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就跟个唐僧似的，天天叨叨叨叨叨叨。行，你爱说我像什么像什么。我当初一心进江车啊，可能真的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但是我在江车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慢慢发现，我是被一种更大的使命感所召唤。我觉得人啊，真的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会感受到这种使命感。所以，你现在不能逃避。我逃避什么了？我那是为了清空内存，给我真正的使命留出空间。哎，行，随便你怎么说。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你们集团代表杜婉仪明天来江车协助调查。你要是没事就过来看看。说了不去肯定。不是，你等会儿，你刚说明天来的我们公司代表叫什么名字？杜婉仪啊，说是你们公司的高层。这杜婉仪，就是四月天啊？不会吧？说的嘛，闹半天在这儿等我，知道不能跟我结婚，就趁我们家出危机的时候，想从内部瓦解我们。杜婉仪啊，杜婉仪，你这哪是四月天呀？那分明是三伏天的毒态呀！不行，我明天得去。我觉得不至于吧。再说了，你不是不那么在乎你们公司的事吗？我说你缺心眼儿啊！我跟我爸过不去，那我也不至于跟我家底儿过不去啊！不行，不能让他得逞。
杨总您好，你好，我是富氏集团的代理执行副总裁杜婉仪，受老傅先生委托，来和贵集团就莱恩西机车事故进行洽谈。你好，杜女士，我是江车集团的总经理杨志刚，这位是我们莱恩西危机公关的负责人谭静洲。那好，里面请。好，请。杨总，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莱恩西媒体这几天的新闻报道？莱恩西城轨在国内外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而这都是因为你们的机车脱轨造成的。杜女士，对这次不幸的事故，江车深表歉意。相信你也已经了解，故障的电机是门泽尔所生产，当然，我们不会逃避责任。一定会尽全力抢修机车，挽回损失。首先，我代表富士集团感谢江车集团的诚意。不过，这次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商讨赔偿事宜的。那么，让我们来先看一下富士集团在这次事件中的实际损失。这是代表集团股票价格的曲线，诸位可见，自从发生了机车脱轨事件后，股票的价格就一路下行。第二个下行拐点就是老傅遭到董事会排挤的消息被放出。第三个是去年江车集团在莱恩西试车失败的情况被媒体再次翻出。我相信，等到江车集团完成机车检修的工作，并出具安全证明之后，富士集团的股价会立即上扬，这是可以挽回的。但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自从出事以后，富士集团已经失去了2个大项目，不算未来收益，光是集团为了这2个项目长达半年的筹备，我们就已经损失了4000万不止。当然，我不是来和江车集团讨要这些损失的，不过作为赔偿，我方希望江车集团能够拿出此次脱轨事件造成的城铁停运损失费，并且保证在未来的20年内，如果江车机车再次出现此类故障，4月天你闹够了没有啊？傅，对不起，谭总监，这位先生说他是富士集团的继承人，非要进会议室，我们没拦住。他确实是富士集团的，没事，你先出去吧。好的。谈判是吧？我才是富士集团的唯一继承人，要谈也该跟我谈，而不是跟一个跟我们家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人谈。不好意思啊，富尔先生，富士集团并没有通知我们你会出席今天这个会议。我现在通知你了，可以吗？傅先生，老傅先生委派我全权负责和江车的对话，这个会议由我代表富士集团发言。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可以跟您父亲沟通。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吃这套。我跟他没什么好沟通的，真有意思啊！我原本以为上次告别你是真想通了，闹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你不就想趁我们家困难的时候逼我娶你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拿这么严肃的谈判来成全你的感情，做梦！放，在干什么呀？什么我干什么？我在讨回公道，我干什么？赶紧跟我走，别影响双方谈判！别拉我！松开！杨总，特别抱歉，如您所见，我们在内部分工上发生了一些分歧，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待我们处理完内部问题，再继续开会。好，可以。那杨总，我先告辞了。啊，我送你。哎，别走啊！哎，你别走，别拉我！别走，别丢人了！
怎么半路又杀出个小富尔啊？他那杜女士怎么回事？听说小富尔和老傅的关系紧张，就是因为老傅给那小子安排了政治婚姻，而小富尔跟严峰又是大学死党，所以来到中国投奔李严峰。还有这么回事呢？那这个杜女士就是那个被抛弃的新娘了呗？应该是了吧？真够乱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抓紧时间维修吧。走。走，放开我！快点，放开我！走。你刚刚干嘛拦着我？你知不知道4月天就是狮子大开口，摆出那么苛刻的赔偿条件，这分明就是想破坏两家企业未来一切合作的可能。你懂什么呀？在谈判中，双方都会把自己的需求夸大。你没听他说是未来20年吗？他这是有心想要继续跟江浙合作，他只要想要合作，他就会继续跟江浙谈赔偿，但具体赔多少那是谈出来的。那还不是他这么干的，一上来就哭穷，弄得好像我们家马上就要破产了一样。他不就是想夸大我们家的困难，然后趁机跟我逼婚吗？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以富士集团现在的形势，如果再失去几个项目，就可以跟法院提交破产保护了。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回家看看，回兰溪看看，回去看看你爹，别在这瞎捣乱。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你们男男女女情情爱爱，那不一样。年姐来了。你好，杜女士，我是江州电视台记者，我叫年年，我想就这次莱恩西机车事故给您做个采访，可以吗？不好意思啊，年记者，我想就这个事件，我们已经表过态了，江车集团需要承担，因为毕竟是他们的机车质量问题造成了我们严重的损失。根据我的了解，这次出事的富士集团事故原因是因为门子耳的电机有问题，是吗？没错，是门子耳电机，但是我们是跟江车集团购买的整车，所以我们只针对江车集团追责。虽然我们也不否认江车集团在这次事故中应急处理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毕竟坏的机车就在那儿。我们富士集团在这次事故中损失惨重，也希望媒体朋友体谅我们集团对江车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安全保证的急切心情，谢谢。希望谭总监他们能够尽快度过这次危机。嘿，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王叔，您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啊？这车是我设计的，现在在这儿躺着，你让我怎么睡得着啊？你这儿有什么进展没有啊？其实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但是我总觉得……你觉得什么呀？你说。也不好说，我总是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你告诉我你哪儿最想不明白？王叔，我觉得除了电机，这2处似乎也有问题，需要明天再检查一下。对，
如果在……没事，你说哪儿啊？王叔，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这么晚了，是吧？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休息。我呢，刚才已经理解了您刚才的思路，我自己改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也休息吧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收工收工。不是，快！行，那我也回去睡觉。来。April, this file from Force Company。总部已经确定了，我们集团没有问题，这就是江车的机车问题。准备一下，开新闻发布会。OK。不。手机。我们已经排除了铁轨、障碍物，包括司机操作失误等方面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此次莱恩锡事故完全是江车集团的责任。综上所述，我们会尽快的向江车集团进行严格的追责，要求江车集团为他们的过失承担全部责任，也希望江车集团就本次事件给富士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作出赔偿。同时，我代表富士董事长正式宣布，基于本国交通部协商，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停运全部从江车引进的25辆纯铁机车。这怎么了？明光，出事了！对，小谭来了。董事长，现在情况是这样：莱恩锡第一个发出停运令后，引发了连锁反应，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很多购买过我们机车的成铁公司都纷纷跟进，叫停了我们江车生产的机车在本国运营。在全球，我们大概有85辆车被停运，下个月还会有更多。这意味着我们这么多年努力打造出来的品牌形象，即将毁于一旦。如果不能尽快完成维修，造成的影响会更严重。莱恩锡的事故现在影响的不仅是已售的成轨，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在售和预售的所有订单。100减1等于0。最初是以监狱的一项职责纪律，说的是
不管你以前干的怎么好，在你管理的众多犯人中，只要有一个逃跑，那就是永远的失职。后人就把这个定律用在了商业和企业管理中，有着同样的含义。对顾客而言，好就是100，不好就是0，没有中间值。而且我们卖的不是手机，坏了再换一部。我们做的是城铁、高铁，承载着成千上万人命的轨道交通工具，所以江车所有的设计质量问题就会变成人身安全问题。只要一个人在我们设计的车辆里受伤，江车的荣誉就归0。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安全问题，我们对安全隐患必须是0容忍。如果一个企业持之以恒地做到了，肯定能成功。很遗憾，我们没有守住这道防线。王总工，这次的故障车检查到什么地步了？除了门泽尔的电机，这次事故中到底有没有我们江车技术问题？这个事故的原因正在彻查，我们找出了所有受损的元件。如果受损的元件不是正常磨损，那就是江车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江车所有的工程师和相关人员都投入到目前的这个全面检查中。要检查江车的设计、生产体系中所有的漏洞，要一查到底，明确问题，落实到人。好。林正一，林正一，你等等，等等，你干嘛去啊？哎呀，你不用问了。哎，我知道你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但你现在不能去上报。如果就算要上报，也要让他自己把报告做出来再说。你不是负责人，如果你去上报，他会很被动的。我当然知道了，自从我进入江车以来，一直都是他在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如果说这件事情我查出了问题，但我却瞒下来不告诉他，也不上报，他肯定会对我很失望的。但是也不该你来说呀，以他的责任心，出了事情是不可能推卸责任的。而且，我觉得他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他知道了。是啊，我刚发现这项目是他负责的。林正一，林正一，你等等，等等，你干嘛去啊？哎呀，你不用问了。哎，我知道你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但你现在不能去上报。秀啊，还能有谁啊？当然是王总工啊！他用的是 QZ0811号设计方案，在转向架中是非常超前的，但是实际运营上会有问题。原来是这样。那你说的是谁啊？我说的是姓周哥。他那个时候负责生产，掌握项目预算。面对转向架，师傅挑选了一批不同国家的进口零件，给荆州哥挑选，而他选了性价比比较高的零件。唉，难怪。这个设计可能要求新批次元件，如果投入实际生产，可能会导致成本过高。江车一向以质优价美取胜，而谭木头呢，又是这批车的生产主管，所以他会这么保守，会采用成本更低、质量又是达标的进口元件。可是我们明明已经进行了这么多次的实验了。是，我知道，
但是你想想，最先进的技术，再加老批次元件，再加进口电机，兼容性和匹配度又运营了5年，难免会出现问题。不应该啊，师傅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的。我觉得也不是失误，因为莱恩锡的故障车是低于180公里的城铁，其实不需要这么先进的设计，可能是王叔想要做得更好吧。哎，你看林真一了没有？没有哎。和脖子上的标子。小华，哎，师傅，看见林真一了吗？没有啊。哎，你跟李岩峰说一声，这我拿走吧。哎，行，没问题。建业啊，江车的这次事件的影响非常大呀。你作为江车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你心里有数吧？哎，尹组长，我承担全部责任，责无旁贷。你应该知道，承担责任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的。在经营投资中，国有资产损失和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哎，你们家孙艳田到底要干嘛呀？他可不是我们家的，甭管谁家的，他对江车下死手。那莱恩锡新闻一发，江车全球城铁停运，一大笔订单全没了。我就不明白了，他这么做到底对富士集团有什么好处？就是下手也太狠了的，气死我了！他这叫什么？他这叫损人不利己，你知道吗？上次他来找你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一个女孩，这次怎么这样？那上次我去收拾他的时候，你不还替人家说话来着吗？啊，现在出事了，知道自己吃亏了。是我这不也后悔了吗？你说我们江车又没有推卸责任，怎么就不能同舟共济、互相支持？搞推锅这一套有什么意思？唉，看来我逃婚就对喽。哎，要不你去找他谈谈吧。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我跟他就不可能。不是让你去谈情，谈正事儿啊！我跟他谈什么正事儿啊？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既然我爸让他代表富士集团，那我也没什么好抢。反正这几天他也没来招惹我，我干嘛去找他？不行啊，这事只有你出面才行了。再说了，要不是你去江车这么一闹，我觉得4月天也不至于下这么多的事。不是你的意思，这事还赖我头上了啊？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就帮帮我吧，举手之劳啊！你去跟4月天说说，让他高抬贵手，帮江车减轻点压力，这样江车就不用四处灭火了，可以集中精力解决莱恩锡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也是对你们集团好，对吗？行，我去找他谈，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知道，在问题集中的地方要进行追究，包括集团的控管、风险管理、高效管理、基建工程建设等等11个方面的7件做，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要提醒你，一方面要贯彻落实违规必究、从严追责的精神，
另一方面呢，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工作思路，来明确企业资产损失程度，按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主管责任、领导责任，并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等。我们已经进行全面的自查自纠了，我保证一定彻查到底，落实到人。一旦查出责任人，不管是谁，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好了，上级领导已经跟我打过招呼，江车是国有企业的佼佼者，也算是大国名片。有问题要严肃处理，有困难也会全力支持。请转告领导，我们江车党委班子一定竭尽全力解决眼前的危局，最大程度的挽回损失和不良影响。我就有话直说了，是我承认你很有气场，但是我们真的有必要做的这么决绝吗？集团本来就要破产了，这个时候停运整整25辆成铁机车，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这里面的损失我们承担得起吗？而且事故原因还没有最终确认，我们就全面停运他们的车，你让外界怎么想江车呀？傅，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损人不利己？我是觉得江车垮了，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现在两家应该联手起来共度难关，一味的指责、推责，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糕。傅，你确定你是老傅的儿子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我爸的儿子啊。这是你们富士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和客户流失、股东撤资的情况，你看看吧。如果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就应该站在富士集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目前的状况，集团还能不能承受得起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这么多天了，江车到现在还没有拿出有效的数据证明安全性。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让那另外的25辆机车运行，结果会是什么？你是担心发生乘客拒乘或者抗议游行？你想的没错。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富士集团将万劫不复。我觉得我只是选择了最安全的做法。这是我爸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不，我们的城铁全线停运，大股东闹着撤资，你父亲内外皆敌，集团也将面临倒闭的危机。而你这个继承人，继承的有可能是你一辈子偿还不起的债务。你现在还帮江车说话，还让我帮江车说话。李岩峰是我兄弟。好，一边是你兄弟，一边是富士集团千百名员工，还有你父亲，还有蓝溪那么多的乘客，你选吧。我还有选择吗？换作是我，根本不用选。我回来了。吃吧。这猪肉馅的水饺鲜嫩吗？肉挺好吃的。
这是素馅的。你这心里搁了什么事儿了？都不知肉味了。这不是厂里出了点事儿吗？我知道，就是莱恩熙那个事儿嘛，检查出问题不就行了吗？这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让你一个孩子来担着呀？我们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所以我才这么为难。现在富士集团步步紧逼，加上媒体的渲染，整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恐怕不是检查出问题、修好车这么简单了。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们都要好好承担。你们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经历一些挫折，有利于成长。要是我说这件事情的责任在王总工和荆州哥身上呢？怎么回事？我们发现师傅他当年的设计是先进的，可是荆州哥他选用的零件又不是当年的首选，他们两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问题，只是说放在一起就老王马上就要退休了，这要是背个处分，荆州的父母又是那样，我宁愿这个处分让我来背。爸，您当年是怎么退下来的呀？当年荆州的父母也是着急研发，太着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是当时项目的负责人，我是要承担责任的。老王那个时候把辞职信写好了，被我发现了，我就把他辞职信给撕了，我按住他，不让他走。因为不管有多少个部门需要负责，而我作为动力系统的研发负责人，在车头制动失败这样的事故里，我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说，这件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也不是谁的错的问题。我没有拦住荆州的父母他们两口子冒进，我自然有错。那个时候，中国的轨道交通技术才到哪里呀？如果因为一次事故就走一大片人，对于整个企业甚至整个产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现在的江车集团也不能失去王总工跟荆州哥。以老李的格局，已经发生的事故，他不会揪着不放。如果他大张旗鼓的问责，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您的意思是说，江车现在势头已经起来了，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而人才有的时候也需要用困难来磨练。
真一，你不是在检查故障车吗？怎么这么着急约我过来？荆州哥，对不起。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从小到大，你一直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直到现在，你还是我最敬重的亲人。如果你成功了，我会很开心；如果说你不开心了，我可能会比你更难过。但是现在，对不起。啊，所以你是在故障车上找出了什么问题吗？我想想看啊，当初我主管的是生产，所以你们是在生产流程上查出了问题，是吗？当时王总工是建议采用进口的弹簧元件，可是你却采用了成本较低的元件。我查过相关记录，上面有你的签字。你继续说。这次莱恩锡的事故，很可能跟你所用的元件有关。所以你是已经找出了问题，只是你事先来跟我说一声。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跟李岩峰知道，是李岩峰看出了师傅采用了最先进的方案，推测出可能是零件跟不上。荆州哥，如果这件事情被董事长知道的话，你跟师傅都会受到处分的。我不想要这样，可是如果我不说的话，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真一，你长大了。当一个人要在责任和情感之间做出两难选择时，最终能以大局为重，那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表现。莱恩锡事故自查，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事故，我们更是为了江车的未来。所以，这次事故调查结果，你一定要如实的上报。那如果我这样报上去的话，会影响你在江车的前程吗？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永远不犯错误的。如果说我连这点错误都不能正视，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留在江车呢？这件事儿，责任主要还是在我的设计问题上。我没有考虑到零件的成本，同时呢，我还忽略了机车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运行的损耗问题。这辆事故机车呢，运行靠近海边，海风的腐蚀性是很严重的。这些我都忽略了，总之责任在我。董事长，如果当初我根据设计方案，听取王总工的建议，用最好的进口配件，那这次的事故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这次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哎呀，话不能这么说。弹簧元件就算是有问题，也不是主要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董事长，这40年来，我们江车所有的重大研发成果背后都有王总工的身影，不能因为这次事故的小小过错，就让王总工40年来的功劳蒙上阴影，这会让所有江车老人感到寒心的。你听我跟你说啊，你来到江车以后，我们一直是把你当作重点来培养，是吧？你看江车所有的业务板块，你都轮过岗。我们在你身上花了太多的心血了，咱们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让荆州夭折了。行了，一个零件儿，差点把江车几代人的努力给毁了。该谁背负的责任，
谁就得承担。这个莱恩西这个事故设计方案是我做的，我当时呢设计确实有些超前，这里头我有一个私心，我是想替今后的项目做一些积累，所以责任在我。你这么说，起码有一半是在护着谭静洲。这孩子呀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他的父母跟咱们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了，而且为了轨道交通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哎，老李，你别说我，你心里是不是对他也有一种回乎之情？有没有？动物中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事情中的雄狮会把小狮子故意推进峡谷，它是让它自己求生。小狮子跌倒之后，有一次一次的爬起来，可以说是不屈不挠，绝处逢生。但是我问你啊，这小狮子假如摔伤了、摔死了，爬不起来怎么办？你这个比喻说狮子行，说人不行。这次事故，他也确实有责任，能承担自己的错误，才能继续往前走。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我心里头还是不能接受。我是项目的负责人，不管对错都应该我来承担，咱不能破了这个规矩。林安全就是背着处分离开江车的。我会考虑的。陈爷，陈爷，怎么了？啊，我这两天发现你们家灯是黑着的，你去哪儿了？我搬回家住了，这几天太忙就没跟你说。那你搬走了都不跟我说一声？是我爸，你说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先是修车铺没了，他跟凤那个工作室又那样，我就是想着回去多陪陪他，让他别多想。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做错什么让你不高兴了。哎，你要不也搬回家住吧？心怡肯定也特别想你。到时候再说吧，这几天这么忙，我哪有心思啊？也不知道死木头怎么样了，听说他被董事长叫去顿痛批。哎，陈爷，你没把咱俩知道的事儿告诉王叔吧？没有，我刚跟靖州哥聊完，就听说师傅他自己发现了问题，已经上报给董事长了。哎，我真的挺担心他的。干嘛这么消沉啊？真把自己当江浙公敌了？你们都知道了？厨房不是都知道了吗？谭总监，不用跟那些人计较，那些人势利眼。江车这段时间这么被动，每个人都被我弄得提心吊胆的，每天加班加点受罪，对我有怨言也很应该。别太自责了，只是个巧合的事故而已。再说了，当初你的选择又没错。叶总，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处分谭总监吧？那犯了错就该承担责任。放心吧，你们真不用担心我。要你这么说，这段时间问题都出在我们电机上，是不是我更应该受处罚呀？哎，这是两件事。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你们研发速度已经很快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拉近我们跟国际电机标准之间的距离，已经很厉害了。不提这个了。啊，对了，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看看东西。那你刚刚的意思是说，的确在设计上存在缺陷？王总工是我师傅，但是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他之前的设计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的生产工艺还有装配成本，一定会有问题。我师傅在江车兢兢业业干了3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但这次，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也有重大责任，不能让王总工一个人承担。来吧，先吃饭。今天啊，我给你买了鸡腿。啤酒。卤蛋。别忙活了，坐。你今天过来，就是想问我4月天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吧？是啊，还是你了解我。唉，江车呢这边做了大调查，查来查去，查到了谭金洲的头上。他在兰溪那批车的配件选用上做了一个不是特别合适的决定。用了不合格的配件？不是配件的质量不合格，不是王总工选的那一批。但是预算就那么多，这也不能怪他。董事长呢就在高层的例会上痛批这事儿，所以现在谭锦洲变成了江车的罪人。然后呢？我爸从小就特别喜欢他，特别器重他。这么说吧，他比我更像他亲儿子。但是我爸这么做，我估计啊，就是富士集团那个新闻，就是4月天说所有的责任都在江车的那一条，引发了全球连锁反应，压力太大了，必须有人背这个锅，所以就把谭锦洲推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受罚。你觉得4月天这么做不对吗？没什么对不对的，做都做了。但我告诉你啊，富士集团这么咄咄逼人，江车实在喘不过来气儿。现在这个风口浪尖儿，两方就应该同舟共济，互相支持，而不是指责和推卸。这么想，如果江车垮了，或者谭锦洲被开了，你觉得对富士集团有好处吗？谭锦洲你也认识，他其实人挺好的，而且责任心也很强，对不对？说白了，
你就是来替他求情的。如果，我是说如果，让四月天能像上次那样再发一个视频采访，就说江车正在认真接受调查，态度良好，双方正在紧密配合，一定能尽快解决问题，这样就能化解、转移我们内部矛盾了。我现在就是闲人一个，四月天凭什么听我的呀？人家现在才是傅氏集团的代表。哎呀，是。要不这样，你呀，把孙天娶了得了。你刚刚说什么？不是，李彦峰，你为了帮谭静洲，就这么牺牲我的幸福？我跟你开个玩笑，行行，我不说你和四月天了，行吗？就说你还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呢。继承人？我现在要继承的是一笔我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而你现在还让我帮造成这个事故的谭静洲说好话，那也不是他造成的。哎，我特别好奇，李彦峰，你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点，哪怕一点点我的感受啊？是他是你兄弟，那我呢？对，你说的对，我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可现在我在替江车说好话，人家外面说我吃里扒外。咱们今天就直说了吧，从今天起，论私交，你跟我永远都是兄弟。但提到公事，对不起，我必须站在我们家集团的立场上。进来。念念，辞职报告：因本人在莱恩锡城铁项目中的工作失误，导致该项目发生事故，给江车集团带来重大的损失。作为总工程师，我承担全部责任，甘愿引咎辞职，特此报告。王建森，什么感想？董事长，莱恩锡的这次事故的确影响到江车的声誉，确实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那个人应该是我，不是王总工。如果不是因为我保守，采用了低配的元件，那这次事故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所以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的责任。明白了，你承担全部责任，保老王光荣退休。干啥？你来承担责任，保谭静洲前程，是这个意思吧？合着你们是有情有义啊，就我无情无义。董事长，我不是这个意思。一个是和我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是吧？一个是我培养多年器重的侄子，是吧？在这里不谋而合，巧了。
是这个意思吧？好啊，你们要走，走吧。好，走吧，走吧。你们不要辞职吗？我批了。怎么都还不走啊？老李，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别这样。这可是你让我说的，我可说了啊。这个心思，在我心里20多年了。老王，我们是一起走过来的战友，对吧？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江车站在世界舞台上？我怎么没想过呀？江车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跑了30年了。对呀，我们追也追了，这好不容易，现在我们的国家今非昔比，正是好的时代，也是我们领跑的时代。你在这个时候就这么轻易的撂挑子不干了，你就甘心吗？还有你，荆州，你想想你的父母，他们不也是为了领跑世界这个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了这么一个零件，你就这么轻易的弃权？你对得起他们，对得起你自己吗？真好啊！你保他退休，他保你前程，你们是高风亮节，是吧？可是领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不是门泽尔、菲利克斯、阿尔维斯这些竞争对手，而是我们自己的决心，我们的眼界。不迈过这道坎儿，领跑、陪跑都做不到，信吗？怎么样，傅肯帮忙吗？吵了一架，不欢而散。算了，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太自私了，我再想其他办法。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没有用，什么都解决不了。你别这么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解决机车故障问题。王总工和荆州哥为了揽责任，都已经去辞职了。怎么会啊？我去问我爸。哎，你别去了，董事长已经够累的了。不管是谁的责任，董事长要肩负的责任都是最大的，压力也是最大的。那我还是先问问木头吧，他不会真辞职了吧？
吴导，你不会真要辞职吧？说是说了，但是被骂了回来。你又不是故意的，他骂你干嘛呀？董事长骂的没错，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的格局实在太小了。在这种时候，我还在在意个人荣誉得失，而不是站在江车、站在我们国家事业的层面上去考虑这起事故。不就是为了江车才要承担这个责任吗？你错了，你父亲在意的根本不是谁来承担一次事故的责任，他看重的是我们中国的轨道事业是否能够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他说我们江车已经落后别人太久了，可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竟然还关起门来，互相争着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总结错误经验，做好充分准备，再一次出发。想想真的是不应该。所以爸能当董事长，不是没有道理的。董事长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即使是为了他，为了我们江车，我是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我们都会努力的，不会松懈。哎，你好，我想看看这个。好的。干什么？爸，我回来的路上给您选了块表，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怎么突然想送我表了？是这样，送您表呢，是因为童年的一段往事。7、8岁时，我就特别调皮，看您有块上海牌手表，您当时特喜欢，因为那块表是为了纪念江车新车下线而买的。你记得？是的。然后呢？他每天都滴答响个不停，我就好奇，怎么就不累呢？我每天都在琢磨着怎么把它拆了看看。当年那块手表，早晨精准无误。对，有天您着急去上班，手表忘在了家里，我拿着它左看右看，实在没忍住，就想办法把它拆开了。但我搞不明白手表的结构，最后竟然装不回去了。看着4分5裂的手表，我就想您回来肯定得揍我一顿。结果您没生气，还买了专业工具，手把手教我组装。这段往事，我至今仍然还是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开始，组装成功的喜悦和您鼓励的眼神，让我对机械产生兴趣。我时常回想，当年您若是回家直接就揍我一顿的话，在机车设计领域里，我肯定做不出今天的成绩了。
好像是啊。所以爸，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事故也可能是契机，您说呢？谢谢儿子。爸，其实我现在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是太弱小了，对这个家、对您、对我妈，都还没做过什么。现在江车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能做的少之又少。这个家呀，在你妈妈心中永远是第一。我知道，江车在我们心中是永远的第一，对吧？是啊，从进厂到现在，我从同事的身上感受到了这种精神，所以我更理解您了。我问你啊，今天的江车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机车制造厂。那是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一部分。对，我们是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一颗螺丝钉，而我们都是这张大国名片的一部分。是啊，所以现在到了为国而战的时候。这是美好的时代，我们都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鉴于近期江车集团生产出口的莱恩锡、富士集团城轨脱轨故障车的检测结果，对于整批次机车电机的使用耗损预测不足。秉持对旅客、对客户、对江车品牌负责任的态度，现在我代表江车集团正式宣布，召回包括莱恩锡在内全球所有同系列城铁车头，并免费更换升级全部电机。师傅，还好没烧坏，再试一次。师傅，咱们今天已经试了几十次了。咱们搞科研就是这样，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失败中，才能找到通向成功的途径啊！记得上中学那会儿，老师都跟我们讲过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故事，对吗？爱迪生在13个月内用了6000多种不同的材料，失败了7000多次，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故事我记得，爱迪生用竹丝做灯丝，电灯可亮1200个小时。几十年后，科学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用钨丝做灯丝，并在灯泡内添加了惰性气体氮或氩，大大延长了灯泡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失败，因为每一次失败就减少一种通往失败的歧路，你知道吗？每一次失败，我们就离成功更进一步。现在我们江车正处于向前或者向后的重要关口，云来项目、莱恩锡城轨都需要我们自主研发的电机，我们必须要努力。那就再试一次吧。
云来方面的催问进展，莱茵西富士集团也在催问机车的进展，而我们的电机研发迟迟还没有取得突破，怎么办？你们说说。董事长，科学没有捷径，我们是根本无法预测的。叶大新他带领的这个电机研发组，什么时候才能有所突破？我觉得呢，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加大研发的力度。叶大新很勤奋，应该很快就有突破。要是等个1年半年才出成果，那时间早就过去了。董事长，莱茵西事故现在至少是大局已定，机车召回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我反倒担心云来这个项目会受到影响。云来项目是我们追上世界速度的机会，一旦我们这个项目受到影响，江车无疑又会落后一大截，想再迎头赶上，不知道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是，莱茵西城轨事故，云来方面忍着没出声，那并不代表人家心里头没有想法。目前我们应该要做2手准备，一方面我们要加大研发力度，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一旦研发失败后的预案。这是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吧，还是应给叶公几天时间，你们说呢？林叔，您说你怎么大白天就开始喝酒了？要不你一起喝点儿？哎呦，林叔，虽然现在工作室只剩咱们2个人了，可这好歹也是工作时间啊！你快别说了，自从跟你弄了这个工作室，这不一单生意都没接到吗？现在莱恩西又出了事儿了，你这心思也不在这儿了。这工作室啊，8成得黄。是我承认，我现在确实没心思管这个。莱恩西遭了难了，你呢，也是一堆烂事儿。我修车铺也没了，工作也没了，也是一堆烂事儿。哎呀，所以呀，各愁各的吧。算了，我还是跟您喝点儿。万一有新的消息，您一定尽快告诉我。谢谢，再见。这个江车集团啊，真的是有够倒霉哎！一辆车出了问题，所有同型号的全部都得召回，这得赔多少钱呀？真的是流年不利。不要瞎说，说明人家江车集团肯负责，有责任心，客户至上的宗旨不是虚的。我看啊，你是喜欢上谭总监，连江车一块儿喜欢。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不过话说回来，你和谭金如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哎，今天是周末，难道你们不应该出去约约会？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约会？啊，所以就来折磨我喽！哎，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要去吃大排档了。不许走，我要新闻，好的新闻。拜托，江车刚刚出了一个这么大的新闻，我上哪给你去弄更大的呀？那我不管。哎呀，哇，真的有哎！快走。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吗？别拍了啊！去那边。老康，快拍！喂，你们干嘛呢？不要拍照，不要影响我们这种工作细节。你好，我是记者，想了解一下出了什么状况。把备用电线拿过来。是线路故障吗？哦，这我还不清楚，这里有安全隐患，麻烦你们赶紧离开，谢谢。你们凭什么抓我？不要拍照！老康，麻烦回去配合我们调查。你还打人是吧？我不就抽了个烟吗？不要拍照，不要拍照，请马上离开，不要拍照。好，不拍，不拍。好，拍到了吗？咱们去门口，他早晚得出来。天气这么热，让我们等你多久吗？小美女，真能吃，幸好我带钱包了。可以跟我们讲讲火车站的人为什么要扣你吗？你是年年电视台那个年年？年记者，你可得为我主持公道啊！我被他们无缘无故扣留了几个小时，他们这是滥用公权力呀！怎么回事？机车失火跟你有关系吗？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明明是他们自己的车出了问题，非要是我抽烟点燃的。但是我们都听到你已经承认你抽烟了。那些凶巴巴的维修人员说要揍我，我们这么说能行吗？而且车底的烟那么大，分明就什么东西烧坏了，现在却赖在我一个乘客头上。烟雾报警器呢？按理来说，你抽烟会触发烟雾报警，不至于烧到车底啊。有个维修人员要备用电线，是线路的问题吗？就是，肯定是，一定是江车想隐瞒事故真相，所以才拿我开刀的。对，就这样。这些都是推测，我们做新闻不能靠推测。那你们也得报道啊，替我主持公道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主持正义。谢谢你配合我们采访。那这顿饭怎么算呀？这顿我们请了。你早知道多点几个菜啊。这个张红不老实，想办法从其他地方获得更多情报。走。什么原因啊？机车底部冒烟，疑似是电机起火。车站已经及时安排乘客转运，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又是电机起火，这云来和莱恩西的事儿还没解决，又来个电机起火。现场来了不少记者，应该明天新闻就会爆出来。我们要抓紧准备材料，进行危机公关。组织人手，尽快检修，一定要查明起火的真正原因。是，王总工和小墩已经在车间开始排查。王总工说不想再分散原来项目的技术人员。
汽车起火，它没有引发紧急制动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在内部电里。哎，你们俩来干什么呀？啊，王师师傅，我觉得我们俩一块儿速度会更快。我是不想让你们来，这样会不会影响云来的进度啊？云哥、红哥，你们来的正好。王子木都里搬起来了，哎，给你工具，我去后面看看啊。那我帮你了啊。好。师傅，我们来修车，也主要是不想把相同的错误带到云来的项目上。哎，你干嘛？我来就行。你能干，我不能干啊！少废话，抓紧时间干活。喂，我已经把现场照片给你发过去了。严记者，我们现在只能给你提供这些信息，拜托了。你放心，我会站在最客观公正的角度为江车发声。谢谢你。先这样。你快看，快看，快看！张红这小子果然不老实。我没有抽烟，就算是我抽了烟，请问，一个烟头能点燃火车吗？一点火星能燃烧钢铁吗？这样荒谬的天方夜谭，连3岁的小孩子不会信，但是他们江车人却信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逮住我就是一顿毒打，扣押我3小时。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我身上的伤。他们这是仗势欺人，是知法犯法，请你们行动起来，用你们的转贴，用你们的评论，让傲慢的江车人明白，民意不可辱，小民不可欺。岂有此理！这不诬陷吗？老柯，我记得你拍了不少照片，你赶紧找找有没有能证明他没有被打的。你这些照片吧，拍的确实有点问题。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看起来像是他被打了。怎么办？完全跟采访的时候是2副面孔，这不无赖吗？不过，作为我们新闻工作者，工作的本质就是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而这个张红，他就是社会的阴暗面。媒体都还没有公开报道这起事故，这贴吧上就已经开始造势，才这么一会儿功夫，点击量就已经过万。中国制造业注定干不了高科技的活。江车集团连番几起事故，充分证明中国制造不可靠。胡说八道！起火原因还没有查明白吗？这明显是有人恶意造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不逃避。往我们头上泼脏水，我们绝不答应。董事长，您得注意身体，别着急上火啊！查，尽快查清起火原因，一定要澄清。明白，我们已经报警，接下来警方会着手调查这个事件。没事，我没事。不是，这也太过分了吧！来，我来回复他。老蒋，这太慢了，我写个程序可以自动回复所有恶意污蔑江车的留言。我来，我直接黑了他们。哎呦，厉害啊！
凤，四月天，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是过来跟你商量，要不要继续跟江彻合作呀？你是问我的意见？当然，你出身商业世家，眼界和格局都不差，缺的只是经验罢了。现在江车接二连三的出事故，网上又疯传中国制造不可靠，我想你对江车是了解的，所以我来听听你的意见。说实话，撇开我跟李岩峰的关系不谈，就说江车几十年的底蕴，那不是几个网络喷子喊几句中国制造不可靠就能打倒的。我认识很多江车的工程师，他们既有专业水准，又有奉献精神，云来的订单能够拿下，这就是他们技术提升的体现啊。其实中国制造还是出了名的质优价廉。如果江车能闯过这一关，继续合作是必然结果。总算聊到一个频率上了，英雄所见略同。凤，你窝在江州弄了这么一个小工作室，真是有些浪费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靠自己创业闯出一番名堂呢？你成立这个工作室，找林安全当合作伙伴，其实为了就是绑定李岩峰和林真一。调查我？还用得着调查吗？凤，你很聪明，但是现在却成了小聪明。你来到中国之后，你看到中国的市场广阔天地，你只是不想跟你父亲低头，你想自己闯出一番事业来给他看。可难道你想不明白吗？富士集团可以成为你的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你完全能够让富士集团跟江车集团联手，两家企业共同成长。我说的话，你好好考虑一下。等江车维修完成了，我就回莱恩锡。我也希望在那之前，你能够想明白自己以后人生的路要如何抉择。我先走了。你要是困的话，回去睡觉吧。我不困。莱恩锡事故还没解决呢，怎么现在又冒出一个事儿来？都堆在电机上，弄得好像都是我们部门的问题。我们江车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工作任务。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我们只要把电机研发出来，就是对江车最大的帮助。那至少也得查清楚今天起火那车是不是电机的原因吧，不能什么帽子都往电机上扣。电机起火事故，我是相信王总工的，真的，现在没什么可想，只要电机研发成功，跟转向架做一次匹配测试就可以了。叶工，成功了！成功了！快给严峰打电话做匹配测试。他不在啊，打去事故现场找他回来。好。你去歇会儿吧，交给我就行。歇什么歇啊？现在网上的舆论都不知道发酵成什么样了。真的是觉得烟头的问题。没错，但还需要我们拿出确凿的证据才行。喂，峰哥，我们电机实验成功了！真的？太好了！你们等着我，我马上过去做匹配实验。成功了。
对，赶快去做匹配实验啊！那这儿呢？这儿我跟小墩呢，快！哎，王叔，我和珍妮都觉得是烟头的问题，所以就照着查。哦，行，走吧。小墩儿，请问什么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找到起火原因了吗？到底是电路失火还是烟头导致失火？网上评论说中国制造不可靠，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呢？大家听我说，我们现在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一旦查明之后，我们一定会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请相信我们，谢谢。这件事确认了，确认，就是烟头掉到了设备箱里，而且设备箱里刚好还有草屑，烟头碰了草屑才冒的烟。这种事儿概率太低了。不过既然发生了，咱们就得以此为戒，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儿，知道吗？总工，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烟头、火柴这种火种掉到设备箱里面去？总不能加个盖子吧？怎么不能加个盖子？小墩儿有时候我觉得这脑子还行，我就随便说说。你这样，你赶快去跟谭工他们说，他那边已经焦头烂额了啊！哎呀，我去叶工那边看看。OK， 好，去啊！太好了，没想到一个晚上2个项目就有这么大突破啊！现在只要匹配试验成功，我们就可以松口气了。是啊，荆州那边也已经组织了记者，现在正在车间演示起火原因。相信中国制造不可靠的谣言马上就要不攻自破了。走，我们看看去。嗯。哎，组长，没事吧？没事，走吧。这么说，机车起火的原因已经查明？对，这起机车事故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但是在各位提问之前，我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演示一下，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机车起火的原因。小墩，不用紧张。小墩是我们集团的一线维修技师，机车就是他们修好的。小墩儿，你不要着急，照实说就是了。各位记者朋友们，请跟我过来。经过我们详细的检查，我们已经确认车辆的所有零部件以及电路系统在这次运行中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故障。车底冒烟是因为有烟头掉进了设备箱，而设备箱里面刚好有草屑，烟头碰到了草屑才冒的烟。听起来好像很凑巧，但是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是事实。特别好，这是我做的最好的采访。还有一个事情告诉大家，我们的工程师现在正在进行优化设计，杜绝隐患。像这样的故障，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好。各位媒体同仁，我是江州电视台的记者，我手里拿到了江州火车站外摄像头拍下的监控画面。从画面当中显示，张红离开火车站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受伤迹象。这些画面呢，我将提供给大家，以便大家回去尽快的剪辑节目，争取午间新闻播出，让老百姓看到所谓的江车制造不可靠，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好。事故调查报告我们已经整理完毕，马上发给大家吧。好的。那个张红因为造谣被拘留，可惜只关了5天。我知道，我是记者嘛，